乌修，那是一片暴风雪肆虐的冬日之地。一个小孩子站在一个蒙着双眼的高大男子面前，孩子颤抖着说道：“我会治好公爵大人的眼睛的，所以求求您让我留在您身边吧。”毛茸茸的银发，浓密睫毛下藏着的天蓝色眼眸，瘦弱的身躯与柔软的脸颊形成鲜明对比。孩子眨了眨眼睛，喃喃自语道：“我为什么还活着？这孩子明明已经死了呀，在未满30岁的时候就死去了。”倾盆大雨中，一个裹着旧毯子的婴儿哭得十分伤心。发现这个身影的女祭司诺埃尔一脸惊讶地将婴儿抱在怀里，然后去找大祭司了。声带受伤因而无法发声的诺埃尔打着手势：“大祭司，有个婴儿被遗弃在神殿前了，我们该怎么办？”肥胖的大祭司除了金钱和权力，对其他任何事都毫无兴趣。你竟拿些琐事来烦人，把他送到附近的孤儿院去。然而当他的目光与诺埃尔怀中的婴儿对上的那一刻，他的眼神变了。那个婴儿身上有神圣之力，神圣之力，那是一种能治愈任何疾病、伤口的力量，是只有少数被选中的人才拥有的力量。没想到被遗弃在神殿前的婴儿竟拥有如此珍贵的力量，这可是重振摇摇欲坠的神殿权威的好机会啊！大祭司一边说着，一边把婴儿抱到了自己怀里。从现在起，我来抚养这个婴儿。大祭司给这个婴儿取名叫莉莉埃特，那是很久以前拯救过这片大陆的一位圣女的名字。大祭司将莉莉埃特的消息散播了出去，有个拥有神圣之力的婴儿来到了我这儿，这是女神送来的孩子啊！无数的人来到神殿看望莉莉埃特。大祭司抱着莉莉埃特趾高气昂，他还太小，还没法施展神圣之力，不过等他再长大些就厉害了，他将能够治愈任何疾病、伤口。听到这些话，人们争先恐后的捐款。要是这孩子的力量显现出来了，务必请为我施展他的力量。看着堆积如山的钱财，大祭司满心欢喜。然而与大祭司和众人的期望相悖的是，几年过去了，莉莉埃特依旧无法施展神圣之力。大祭司收养了一个没有神圣之力的婴儿，还撒了谎。随着传言四起，大祭司都快要气疯了。究竟是为什么啊？我确定你是有神圣之力的，可为什么就是施展不出来呢？面对大祭司的怒火，年幼的莉莉埃特小小的身躯颤抖个不停。我很抱歉，大祭司，我再试一次。莉莉埃特强忍着泪水，回想着大祭司教给她的方法，将体内的神圣之力汇聚起来，然后释放出去，那样神圣之力就会化作纯白的光芒显现出来。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那力量就是不出现。没用的东西！大祭司不耐烦了，挥动起手中握着的法杖，剧烈的疼痛传遍了莉莉埃特娇小的身躯，那简直就是地狱般的日子。即便如此，莉莉埃特之所以能忍受下来，多亏了女祭司诺埃尔。诺埃尔一边抽泣着，一边给莉莉埃特伤痕累累的身体上药。对不起，对不起，莉莉，要是他没把莉莉埃特带到神殿来，莉莉埃特就不用遭受这样的痛苦了。诺埃尔一边抽泣着，一边给莉莉埃特伤痕累累的身体上药。对不起，对不起，莉莉，要是他没把莉莉埃特带到神殿来，莉莉埃特就不用遭受这样的痛苦了。莉莉埃特摇了摇头，别这么说，要不是诺埃尔你，我早就死在雨里了。谢谢你，诺埃尔。听了这个善良女孩的话，诺埃尔乌黑的眼眸中流下了泪水。诺埃尔想要保护莉莉埃特，然而她只是一个胆小懦弱、地位低下的女祭司，而大祭司则是牢牢掌控着神殿的绝对权威。诺埃尔所能做的就只有流泪，以及为莉莉埃特疗伤了。在莉莉埃特17岁那年的一天，诺埃尔拿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打着手势说道：“莉莉，拿着这些钱离开神殿吧。”莉莉埃特瞪大了眼睛，声音颤抖地说道：“那诺埃尔，你要和我一起走？我曾发誓要将自己的身心都奉献给大祭司，以报答他的大恩。我不能离开这里，但你不一样，离开这儿，自由的生活吧，莉莉。”莉莉埃特含着泪点了点头。就在那天晚上，他决定逃离神殿。我会把看守莉莉的祭司们引到别的地方去，你抓住这个间隙，离开神殿。在诺埃尔的帮助下，莉莉埃特悄悄溜出了自己的房间，朝出口走去。就在他以为自己能平安离开神殿的时候，大祭司出现了。没有我的允许，你竟敢去哪儿？莉莉埃特，怎么？这座神殿是我的，你以为一只小猫要逃走，我会察觉不到吗？大祭司满脸怒容地朝莉莉埃特迈了一步。莉莉埃特，我可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你啊！我给你饭吃，你生病的时候我还照顾你。虽说因为你没本事，没能好好施展它，但我甚至还教过你怎么运用神圣之力呢。莉莉埃特不忍心反驳什么，她颤抖着朝后退了一步。结果你最后却做出这种事，我要好好教训你一顿，让你再也不敢做这种丢人的事了。就在大祭司要朝莉莉埃特挥下法杖的那一刻，诺埃尔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迅速的抬手挡在了莉莉埃特身前。大祭司，莉莉埃特没做错什么，是我鼓动一直乖乖待着的莉莉埃特的，所以如果您要惩罚人的话，就惩罚我吧。大祭司知道莉莉埃特
和诺埃尔的关系很特殊，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的情谊深厚到会做出如此胆大妄为的事。而且诺埃尔对他忠心耿耿，哪怕他死了，诺埃尔也会追随他而去。他气得简直无法忍受了。你这个可恶的家伙！啪！大祭司的法杖开始毫不留情地朝诺埃尔打去。就在这时，咔嚓，传来一阵令人不悦的声响，仿佛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一样。暗红色的血液从诺埃尔的嘴里流了出来，接着就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他所有的动作都停止了。直到这时，大祭司才回过神来。我本来没打算杀了他的，不过就算杀了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里是大祭司拥有绝对权力、一手遮天的神殿啊。想要掩盖一个低级女祭司被杀，这件事并不难。大祭司将沾着湿漉漉鲜血的法杖指向莉莉埃特，好好看看，莉莉埃特，诺埃尔遭受这样毫无意义的死亡，全都是因为你啊！就因为你动了歪心思。就在那一刻，莉莉埃特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小刀，大祭司有那么一瞬间被吓到了，往后缩了一下。然而莉莉埃特拿刀刺向的地方并不是大祭司，而是躺在地上的诺埃尔。莉莉埃特跪在诺埃尔身旁，用刀划开了自己的手掌。很快，红色的血液汇聚成了一滩。莉莉埃特把血送到诺埃尔的嘴边，滴答滴答，一滴滴红色的血液开始流进诺埃尔微微张开的嘴里。莉莉埃特泪流满面地祈祷着：“求求你，求求你！”过了一会儿，奇迹发生了。哈！原本已经停止呼吸的诺埃尔又开始呼气了。看到诺埃尔已经消失的生命又回来了，莉莉埃特流着泪，紧紧地抱住了他。从莉莉埃特身后传来了大祭司惊讶的声音：“原来你能够施展神圣之力的。”不，莉莉埃特依旧没办法让神圣之力化作白光显现出来，但他偶然间发现了自己体内的血液能够治愈他人的伤口。然而莉莉埃特拼命地隐瞒了这个事实，因为他知道大祭司要是知道了会怎么对付他。咯噔咯噔，听到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莉莉埃特缓缓地转过头去。大祭司低头看着他，嘴角上扬：“现在我可以利用你了。”那是一个恶魔般的笑容。莉莉埃特长长的睫毛颤抖着。在那之后，真正的地狱开始了。大祭司把莉莉埃特囚禁在神殿最深的房间里，然后每当有身体需要被治愈的人前来，他们就会残忍地弄伤莉莉埃特的身体，抽取她的血液。无论莉莉埃特痛得如何尖叫，无论她怎样哭泣，他们都不会停手。正如莉莉埃特所料，莉莉埃特就这样过了10年，在未满30岁的时候就死去了。莉莉埃特用她颤抖的双手抱着自己娇小的身躯，喃喃自语道：“我很确定我已经死了，可我到底为什么还活着呢？”还不止如此，莉莉埃特现在的模样和她临死时不一样了，她变得年轻多了。我现在大概10岁左右。莉莉埃特一脸困惑地看着镜子。接着门开了，在看到有人走进自己房间的那一刻，莉莉埃特的心猛地一沉。进来的人是诺埃尔。在前世，莉莉埃特运用神圣之力救了诺埃尔的命，然而在那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诺埃尔了。这是因为大祭司把莉莉埃特锁在一个房间里，不让他见任何人。相反，每当莉莉埃特失去求生、进食和饮水的意志时，大祭司就会搬出诺埃尔的名字，仿佛是在威胁他：如果你不吃东西，诺埃尔就会挨饿；如果你死了，诺埃尔也会死。不要这样！他强迫自己咽下食物，克制住伤害自己的冲动。而在很久之后，他发现了诺埃尔早就知道自己成了莉莉埃特的羁绊，所以选择了自杀。莉莉埃特听到这个消息后崩溃了。为什么呀，莉莉？诺埃尔一脸担忧地走进莉莉埃特：“你哪里受伤了吗？是做噩梦了吗？”如小狗般乌黑清澈的眼眸，纤细白皙，不停摆动的手指，显然这真的是诺埃尔。莉莉埃特紧紧地抱住了诺埃尔。莉莉埃特和诺埃尔两人因为哭了1个小时，眼睛都哭肿了。诺埃尔肿的都快看不清东西的眼睛眨了眨，又问了莉莉埃特一遍：“真的一切都没事，对吧？”“我都说了没事呀。”莉莉埃特并不打算把任何事告诉诺埃尔，哪怕这是很荒唐，诺埃尔也肯定会相信我的话的。正因为如此，他不能再多说了。诺埃尔会感到极度的困惑和恐惧的，他不想用还没发生的事让诺埃尔心烦意乱。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前世那些可怕的事再重演了。要做到这一点，他得先摆脱大祭司的掌控。可该怎么做呢？大祭司在神殿里是绝对的权威，祭司们都对他忠心耿耿。在这样的氛围下，想从这个地方逃走是不可能的。那么，借助外部力量怎么样呢？我寻思着，不管大祭司权力有多大，那也只是神殿内的事。神殿之外有很多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是有能力撼动大祭司的。有他们的帮助，我就能从这儿出去了。前世，莉莉埃特遵照大祭司的命令，治愈了无数的人，那些人都有钱有势，所以要把他们召集起来一点都不难。过了一会儿，莉莉埃特浅蓝色的眼眸闪着光，喃喃自语道：“温莎·艾斯公爵。”
一个有着帝国冰盾或者怪物杀手之称的男人。温莎·艾斯公爵的领地位于北方，他通过消灭不断从山脉那边涌来的怪物，守护着帝国的边境。名义上和实际上，这位公爵在帝国都拥有最强大的权力。然而，他有一个秘密，公爵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受了重伤，他的眼睛被怪物的毒液所伤。令人惊讶的是，没几个人知道这件事，因为公爵把这事瞒得严严实实的。这事瞒了10多年都没人发觉。这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温莎·艾斯公爵一直被限制在北方的一座城堡里。再有传言说，莉莉埃特能用神圣之力治愈任何疾病的时候，公爵来了。他请求莉莉埃特治好他的眼睛，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行。在那之前，公爵的眼睛一直没能治好，所以这一次他肯定也需要我的力量。他得出了结论，去见见公爵，和他做笔交易吧。然而，莉莉埃特实施这个计划有一个大问题，温莎·艾斯公爵远在北方，更糟糕的是，他甚至都没法走出神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人能帮莉莉埃特。诺埃尔瞪大了眼睛，你想让我去送信？送到北方的温莎·艾斯公爵那儿。莉莉埃特是受大祭司照顾的孩子，祭司们有义务把和莉莉埃特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汇报给他。那我去告诉大祭司，然后帮你送信。不行，他绝不会允许的。可要是你偷偷送信被发现了，大祭司会非常生气的。单纯违抗大祭司的命令倒没那么可怕，但一想到总是被严厉惩罚的莉莉埃特又会被狠狠责骂，他就害怕极了。莉莉埃特明白诺埃尔的心思，但还是再次说道：“求你了，诺埃尔。”听到这恳切的声音，诺埃尔乌黑的眼眸颤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诺埃尔点了点头：“好吧，我试试。谢谢你，诺埃尔。”不用谢，能为莉莉做点事，我很高兴。诺埃尔的眼睛微微睁大，笑得比10岁的莉莉埃特还要孩子气。他把从莉莉埃特那儿拿到的信揣进怀里。诺埃尔也属于神殿，行动并不自由，但他时常会出神殿去跑腿办事。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信送出去，送往遥远的北方。从那天起，莉莉埃特每天都会双手合十祈祷，希望信能顺利送达。拜托了，希望温莎·艾斯公爵能读到我的信。在信寄出1个月后，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发生了。温莎·艾斯公爵的骑士们来到了神殿，原本静谧的神殿顿时喧闹起来。这都是因为那些身着银色铠甲的骑士的出现。骑士队伍为首的那个高大男子低头行礼：“你好，大祭司，我叫维拉姆，是为温莎·艾斯公爵效力的骑士。”大祭司也有些不知所措，毕竟北方温莎·艾斯公爵那边的人很少会来都城的神殿拜访。你们远道而来，辛苦了。不过你们来此所为何事？我是来见那位女神之子的。维拉姆的话让大祭司松了口气，他随后露出和蔼的笑容回应道：“啊，你们是来看我们莉莉埃特的呀？请稍等片刻。”没过多久，莉莉埃特出现了。您好，我是莉莉埃特，一个有着长长毛茸茸的银发，穿着破旧灰色连衣裙的女孩。维拉姆低头看着眼前这个远比自己矮小的小女孩，问道：“你真的拥有神圣之力吗？”他问的是莉莉埃特，可回答的却是大祭司。没错，不光是我，其他能探测神圣之力的祭司们也都一致证实了这一点。大祭司还多说了些没被问到的内容。遗憾的是，他目前还没能施展神圣之力。不过再给他一点时间，他将会释放出巨大的力量，他将能够治愈任何疾病或伤口。到那时，我打算把他的力量全部奉献给那些相信、支持我们莉莉埃特，并且值得我感恩的人。他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现在能拿到报酬，日后公爵就能使用莉莉埃特的力量了。维拉姆皱了皱浓眉，说道：“我明白大祭司的意思了。那么我将以温莎·艾斯公爵的名义，向神殿捐赠10亿金币。10亿金币！”大祭司听到这个惊人的数字，眼睛一下子瞪大了。维拉姆对着嘴角忍不住上扬的大祭司说道：“不过我有一个请求。”“您但说无妨。”大祭司回答的那叫一个干脆，仿佛连自己的肝都能掏出来似的。“温莎·艾斯公爵大人想亲自见见这位女神之子，我能否带这孩子前往温莎·艾斯公国呢？”听到这完全出乎意料的话，大祭司眨了眨眼睛，然后挺直了身子。莉莉埃特是个珍贵的孩子，在神殿里，她就像宝贝一样被悉心照料着。她要是在神殿外出了什么事，我可就有麻烦了。如果公爵大人想见莉莉埃特，他不能直接来神殿吗？大祭司你也知道，公爵大人正在守卫北方边境，他没法轻易离开，因为没人知道怪物什么时候会发起攻击。还没等大祭司再说什么，维拉姆接着说道：“如果大祭司您把孩子送过去，我们还会额外再捐赠10亿金币，作为您送出如此珍贵孩子的谢礼，总共20亿金币。这是个疯狂的数字，甚至比去年神殿收到的所有捐款总和还要多呢。”大祭司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欣喜若狂的表情。很快，他就像不由自主似的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为了一直竭力守护帝国的温莎·艾斯公爵大人，
我会把莉莉埃特送过去的。多谢大祭司的成全。两人都不知道的是，一直静静地站在角落里的莉莉埃特，此时脸微微泛红，紧握着拳头。一切都在按我的计划进行。维拉姆说道：“大祭司，你也知道，温莎艾斯公爵大人好奇心很重，他可不喜欢等待。”大祭司微笑着点了点头。好吧，我会安排好的，请3天后来接莉莉埃特吧。维拉姆离开后，大祭司对莉莉埃特说道：“莉莉埃特，你出去可别太兴奋了，然后胡言乱语。比如说，有时候你因为不听我的话而挨鞭子之类的事。要是你说了那样的话，我马上就会知道的。所以你知道后果会怎样，对吧？”大祭司面色阴沉的低头看着莉莉埃特，还挥了挥手中的拐杖，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行了，趁还来得及，去准备准备吧。好的。莉莉埃特乖巧地应了一声，便离开了房间。随后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捂住了嘴。他感觉自己随时都会吐出来，这是重生后一看到大祭司就会出现的反应。不过还好我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多亏了这样，大祭司还以为莉莉埃特像以前一样是个无条件追随他的单纯孩子呢。贝尔泽，过来一下。即便我就要前往尊贵的公爵府了，邓克斯基也不会轻易放我走的。我有点事要和这孩子谈谈。公爵大人，您先去马车那边吧。所以事情才进展得如此顺利。他肯定以为我见完温莎艾斯公爵后就会回神殿的，这是个愚蠢的误解。莉莉埃特是不会再回到这个地狱般的地方了，永远都不会。接着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咚咚。很快门开了，诺埃尔走进了房间。他打着手势说道：“莉莉，我听说这事了，你要去拜访温莎艾斯公爵吗？”就是这么回事。就连反应最迟钝的诺埃尔也能看出来，这一切都是因为莉莉埃特前段时间寄出的那封信才发生的。然而他并没有问莉莉埃特这么做是要干什么。莉莉和我不一样，她是个聪明的孩子，她肯定在谋划着我不懂的大事呢。我就算听了也肯定理解不了。相反，诺埃尔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事，他把一条白色围巾围在了莉莉埃特纤细的脖子上。莉莉埃特瞪大了眼睛。莉莉埃特向来没什么装饰品，总是穿着和祭司们一样硬邦邦的灰色长袍，这还是他第一次脖子上围着这么柔软的围巾呢。诺埃尔微笑着打着手势：“我一听说你要去北方，就马上买了这条围巾。我听说那儿很冷呢。”诺埃尔说的轻描淡写，但莉莉埃特能感觉到，大祭司肯定很不耐烦，还问他为什么要操心这种事。诺埃尔当时肯定害怕的直发抖，但还是多次劝说了大祭司：“你从哪儿弄来的钱呀？诺埃尔，你可没钱啊！”大祭司从来不会为别人花钱，对莉莉埃特也是如此。诺埃尔像是有些难为情的笑了笑。过了一会儿，莉莉埃特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便把诺埃尔头上的兜帽摘了下来。他那如乌木般乌黑的长发被剪掉了。看着莉莉埃特僵住的脸：“没事的，大祭司允许我剪掉头发了。别生气啊，真的。”诺埃尔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怕莉莉埃特因为他而担心。诺埃尔善良的像个傻瓜。莉莉埃特神情复杂的看着他，问道：“诺埃尔，如果有机会，你能和我一起离开神殿的话，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过了一会儿，他带着一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打着手势：“对不起，莉莉，我不能走。”诺埃尔从小就在街头流浪，连自己小时候的事都不记得了。大祭司把快要饿死的小诺埃尔带回了神殿，那并非纯粹的善意，只是做给别人看的伪善罢了。尽管如此，对他来说，那也算是一种救赎了。从那以后，他就把大祭司当作神一样敬奉着。诺埃尔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就像前世一样。莉莉埃特既无奈又沮丧的看着诺埃尔，随后扑进了他的怀里。诺埃尔紧紧地抱住了莉莉埃特，艰难地反复说道：“对不起，对不起，莉莉。”3天后，温莎艾斯公爵的骑士们来了。和之前不同的是，队伍中间有一辆巨大的白色马车。走在骑士队伍最前面的维拉姆迈着长腿朝大祭司走去。大祭司满脸笑容地迎接维拉姆：“欢迎光临。”维拉姆点了点头，把一个大箱子递给了旁边的人。大祭司打开箱子盖子，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里面正是维拉姆承诺的20亿金币。大祭司满脸欢喜地摸了摸莉莉埃特的头发：“那你去吧，莉莉埃特。”被大祭司手碰到的地方感觉都要腐烂，变脏了似的。好的，他强忍着强烈的不适感应道。然后他走到在另一边等候的维拉姆面前。这已经是他们第2次见面了，可他还是不太适应维拉姆高大的身材。他真的好大，就像一头熊。莉莉埃特这么想着，双手合十，低头行礼：“维拉姆大人，请您多多关照。”在他行礼的时候，维拉姆盯着他那清晰可见的圆圆的头顶。什么神圣之力之类的，在维拉姆眼里，莉莉埃特不过就是个能用小手指就能拎起来的娇弱小孩罢了。真想象不出这样一个孩子能对公爵大人有什么帮助。不过很快他就把这个想法从脑海中抹去了。这不是我该评判的事，他只是按照主人的吩咐行事罢了。维拉姆面无表情地对莉莉埃特说道：“上车吧。”换做普通小孩估计会吓得大哭起来，
喊着呜呜啊，别带我走。然而莉莉埃特却礼貌地点了点头，然后试着往马车上爬。虽说有辅助的台阶，但马车对他来说太高了，他爬起来很费劲。维拉姆走过来，就听到莉莉埃特在小声抱怨。还没等他开口说什么，维拉姆就轻轻地把莉莉埃特抱进了马车里。和他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外表相反，他的动作无比小心谨慎。莉莉埃特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谢谢你。不客气。维拉姆简短地回了一句，便关上了车门。莉莉埃特坐在座位上，朝窗外望去。很快，他的眼睛瞪大了。诺埃尔的眼中满是对莉莉埃特的担忧。莉莉埃特声音颤抖地喃喃自语道：“对不起，诺埃尔，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他并不想就这样抛下诺埃尔。莉莉埃特原本想着请求公爵也把诺埃尔带出神殿，要是到最后诺埃尔还是说要留在神殿，那我也没办法。不过，这个想法让他的心情像浸湿的棉花一样沉重。莉莉埃特把自己阴郁的脸埋进围巾里，那柔软的触感就如同诺埃尔的怀抱，因此让他感到了些许慰藉。都城的神殿和北方的温莎艾斯城堡相距甚远，就算他们坐着马车马不停蹄的赶路，也得走上1个月。然而，莉莉埃特乘坐的马车在3天后就停了下来。莉莉埃特下车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在一座巨大建筑的地面上画着一个泛着神秘光芒的魔法阵。维拉姆面无表情地说道：“别怕，这叫传送门，是一种能让人在短时间内远距离移动的魔法阵。”他解释得非常简单。不过，莉莉埃特知道这传送门可没那么简单。传送门拥有瞬间移动空间的特殊能力，正因如此，它受到国家的严格管控，只有极少数人被允许使用，使用者仅限于皇室成员或者大贵族中的少数人。最重要的是，每次使用传送门进行移动都会消耗大量魔力，所以使用费用极其高昂。真不敢相信，他们居然用这么个东西来接一个小孩子。莉莉埃特突然感受到了温莎艾斯公爵那强大的权势和雄厚的财富。现在过来这边。维拉姆向莉莉埃特伸出了手，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握住他那如同熊掌般巨大的手，踏入了魔法阵。魔法阵中亮起一道蓝光，莉莉埃特的眼前变成了一片纯白。他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就好像骑着一匹风驰电掣的快马一样。他脑袋嗡嗡作响，胃里也一阵翻腾。难怪维拉姆大人要牵着我的手呢，要是他没牵着他的手，他肯定就摔倒了。莉莉埃特不想让自己笨拙的一面暴露出来，便用自己的2只小手紧紧地握住他那只大手。过了一会儿，空间的晃动停止了。我们到了。听到他的声音，莉莉埃特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他原本就很大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之前明明还是春天呢，可是绿树青草全都不见了踪影。雪，到处都是雪，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雪。嗖，一阵风从背后吹来，莉莉埃特的身子缩了一下。她已经穿上了自己最暖和的衣服，披着毛皮披风，戴着手套，甚至还围着诺埃尔送她的围巾，可还是无济于事。北方的风寒冷刺骨，根本不是都城冬天的风所能比的。幸运的是，传送门外面有一辆新的马车和马匹在等候着。这辆马车比他之前通过传送门之前乘坐的那辆要大得多。哇，这不像是马车，倒像是把一栋房子拆了然后装上轮子似的。更让人惊讶的是，拉车的并不是马，而是一头鹿。鹿角好大呀，它的身子也好大，蹄子也很大。莉莉埃特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鹿，眼睛都挪不开了。她小小的身子在空中一闪。维拉姆对发出小声尖叫的莉莉埃特说道：“天气很冷，快上车吧。”我这就上。莉莉埃特刚要开口，又紧紧地闭上了嘴。马车的高度太高了，那可不是他能爬得上去的高度。谢谢你。于是莉莉埃特乖乖地放弃了，红着脸打了声招呼。维拉姆点了点头，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由那头大鹿拉着的马车开始在雪地里奔跑起来。马车转眼间就抵达了一座巨大的城堡前，一座建在雪地上的洁白美丽的城堡。一进入城堡，一位有着橙色头发的英俊男子就迎了上来。男子微微眯起他那狐狸般的眼睛，欠了欠身。欢迎来到温莎艾斯城堡，莉莉埃特小姐。我叫西蒙，是负责管理这座城堡的管家。莉莉埃特被这意外的礼貌问候吓了一跳。很快，她整理了一下表情，提起裙摆。感谢您的迎接，西蒙大人。莉莉埃特并非贵族出身，即便如此，由于大祭司的缘故，她也学会了这种问候方式。西蒙瞪大了眼睛，轻声笑了起来。您长途跋涉而来，可能有些疲惫了，但我还是要马上带您去见公爵大人。因为公爵大人想尽快见到莉莉埃特小姐。在西蒙的引领下，来到了城堡最里面的房间。他先是被那扇巨大的门惊到了，而当他往房间里面看时，更是大为吃惊。这真的是个房间吗？这个房间比能容纳几十人的神殿祈祷室还要大得多，天花板高的离谱，感觉要是他喊一声啊，声音都会产生回音。莉莉埃特心跳加速，她瞪大了眼睛，环顾着房间。一个眼睛上缠着绷带的男人正坐在月光洒入的窗户下。这个男人是如此俊美，就连缠在眼睛上的绷带都仿佛成了艺术品的一部分。
莉莉埃特立刻就认出她是谁了，温莎艾斯公爵，她就是这片寒冷冬日之地的主人。莉莉埃特前世就见过温莎艾斯公爵，所以她原本以为要是再见到他，自己不会太紧张的。然而并非如此，她的手在颤抖，心跳也在加速。莉莉埃特咬了咬嘴唇，别紧张，初次见面很重要，她应该以最礼貌的方式向他问候，这样他才会对他多几分好感。莉莉埃特好不容易才动手，抓住裙摆，低下头说道：“很高兴见到您，温莎艾斯公爵，我是莉莉埃特。”她的声音有一丝微微的颤抖，但已经很镇定了，完全不像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然而温莎艾斯公爵并没有对此表示赞赏，反而低声问道：“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眼睛受伤了的？”莉莉埃特一时没想好怎么回答，没有开口。他又问了一遍：“你没听到我的问题吗？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眼睛受伤了的？”他的声音冷得让人感觉他像是在说：“要是你不好好回答，我就割断你的喉咙。”然而莉莉埃特并不打算回答，在经历死亡后，我回到了童年这样的话，要是公爵知道他有这样的能力，肯定会觊觎他的。我讨厌再被人利用了。莉莉埃特紧紧握住自己颤抖的双手，说道：“很抱歉，我很难向公爵大人说明我是如何得知您的状况的，但我可以明确地说另外一件事，就像我在信里写的那样，我能治好公爵大人的眼睛。难道这不是最重要的吗？”那轻柔的声音中透着十足的笃定。公爵并非就此罢休了，他一直在避开众人的目光，寻找治愈双眼的办法。他请过医术精湛的医生，拥有神奇魔力的魔法师，甚至还找过这大陆上为数不多拥有神圣之力的人。然而他们都没能治好公爵的眼睛。想不到一个小孩子居然能治好这样的伤。说来奇怪，比起怀疑，他更多的是好奇。公爵开了口：“好吧，就像你说的，重要的是治好我的眼睛，而不是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或者你打算怎么治。从现在起，我不会再问什么了，所以治好我的眼睛吧，然后你想要什么，我都会满足你。”这可不是虚张声势，公爵确实有能力满足莉莉埃特想要的一切，巨额的财富，宏伟的城堡，无上的权力，所有的一切。但凡事皆有明暗两面。公爵冷冷地补充道：“但要是你失败了，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代价想必就是莉莉埃特的性命了。”意识到公爵话语中的隐含之意，莉莉埃特的脸色变得苍白。他强自镇定，清了清嗓子回答道：“我会记住的。”公爵不愿浪费时间，他让莉莉埃特立刻开始为他治疗。听到这话，莉莉埃特看了一眼静静地站在他身旁的西蒙。西蒙迎着他的目光，温柔地眯起了好看的眼睛，仿佛在说：“要是有需要，就跟我说一声。”莉莉埃特小心翼翼地说道：“我很难在别人面前展示如何为公爵治疗。你是要我离开吗？”可是西蒙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公爵便喝道：“出去！”他接着说道：“就算那孩子从怀里抽出藏着的刀向我冲过来，也伤不到我分毫。就算温莎艾斯公爵双目失明，被置于一头愤怒的恶龙面前，他也不会丧命。”公爵强大到足以产生这般荒唐的想法。于是西蒙顺从地点了点头：“就拜托您了，莉莉埃特小姐。”西蒙离开了。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莉莉埃特和公爵两人，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更紧张了。莉莉埃特在心里暗自叹了口气，然后呼出一口气，整理了一下思绪。我能用我的血治愈别人，不过他打算不把这事告诉任何人，无论是大祭司还是公爵。因此莉莉埃特决定说谎：“公爵大人，我虽拥有神圣之力，但我没办法施展那股力量。”幸运的是，经过数百次的练习，他说这话时自然流畅，没有丝毫结巴。公爵并不怀疑莉莉埃特的话有假，他也没多大兴趣去探究真假，因为反正那都不重要。我知道，所以我才猜不透啊。你都没法施展神圣之力，又打算怎么治好我的眼睛呢？其实我有一种特殊的药，这种药能治好公爵大人的眼睛，能否请您允许我为您上药呢？实际上莉莉埃特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要是给一个盲人用不知名的药，又有多少人会同意呢？莉莉埃特回想起自己准备好的诸多用来劝说公爵的话语，然而公爵竟欣然点头，让他那些担忧都显得多余了。莉莉埃特一脸惊讶地问道：“真的可以吗？”公爵有些惊愕，他自己提出来的，怎么还这么慌张啊？公爵接受莉莉埃特提议的原因，并非是天真的认为一个孩子绝不会对他使坏，仅仅是因为莉莉埃特和公爵相比，太过渺小和柔弱了。没人会担心一只小的几乎看不见的蚂蚁，要是伤害自己该怎么办？尽管如此，他还是加了一句，以防他做出什么不妥的事：“要是你敢耍我，你出生和长大的那座神殿里的所有人都会被烧死。”听到这可怕的话，莉莉埃特的脸色变得煞白。他对大祭司怎么样都无所谓，但诺埃尔可不能有事啊！听到这可怕的话，莉莉埃特的脸色变得煞白。他对大祭司怎么样都无所谓，但诺埃尔可不能有事啊！我绝不会做任何伤害公爵大人的事，真的，请相信我。他那充满绝望的声音，反倒让公爵有些诧异。他感觉自己就像在威胁一个小孩子的无赖。好吧，开始治疗吧。照这速度，天都要黑了。
好的。莉莉埃特朝公爵走近了一步，然后他伸出手解开了公爵眼睛上的绷带。片刻之后，绷带下隐藏的伤口露了出来，那双眼睛布满了伤口，仿佛是被利器划伤的，里面满是黄色的脓液，还散发着一股恶臭。莉莉埃特一脸镇定地在怀里摸索着，掏出了一把小刀，接着他把刀放在自己的手指上，他握着刀的手在颤抖。冷静点，莉莉埃特，前世你都做过几百次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能做到的。片刻之后，锋利的刀刃刺破了莉莉埃特纤细的手指，几滴鲜红的血液在她白皙的手指上凝结，这就是莉莉埃特所说的要的真面目了。莉莉埃特忍着刺痛手指的疼痛说道：“那我要上药了。”莉莉埃特把沾血的手指凑到公爵的眼角，小心翼翼地将血涂抹在伤口上。过了一会儿，神奇的事开始发生了，公爵眼睛周围那些可怕的伤疤开始变软了，那种如被刀刺般的抽痛瞬间消失了。莉莉埃特迅速用手帕包扎好受伤的手指，然后把手缩进了手套里。您眼睛里的毒很厉害，所以没法一下子治好，要是连续用药几天，您就会好起来的。公爵对此深信不疑，才上了一次药，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眼睛的状况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你这样还挺管用的。公爵感觉到莉莉埃特很紧张。别担心，我不会做抢药这种事的，我还没卑劣到去抢小孩子的东西。好的。他那小小的声音里透着一丝宽慰。公爵依旧双目失明，他甚至都看不见眼前莉莉埃特的身影。即便如此，他还是能像野兽一样感觉到一些东西。他已经精疲力竭了，莉莉埃特身上的气息太微弱了，他甚至怀疑他就算和一只小鸡打架都会输。公爵唤来了西蒙，西蒙以闪电般的速度进入了房间。治疗已经结束了，带着孩子去休息吧。明白。西蒙看着莉莉埃特，温柔地眯起了狭长的眼睛。我们走吧，莉莉埃特小姐。在离开房间之前，莉莉埃特鼓起勇气对公爵说道：“祝您做个好梦，公爵大人。明天见。”好吧。简短交谈之后，门被关上了。西蒙好奇地看着跟在身后的莉莉埃特，他看到了自己进入房间那短暂的瞬间，公爵的伤口有了明显的好转。我离开房间这短短一会儿，这位小姐到底做了什么？他很好奇。不过向客人打听这样的事可不是一个管家该有的品德。于是西蒙把想问的话咽了回去，带着莉莉埃特走进了房间。您在城堡逗留期间就住这儿吧。走进房间，莉莉埃特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这比我在神殿里的10个房间加起来都大啊。莉莉埃特一脸难以置信地问道：“这真的是我的房间吗？您给我一间不用的小房间就可以了。”西蒙摇了摇头，仿佛觉得这话很荒唐。莉莉埃特小姐是远道而来为公爵大人治病的贵客，我们自然要以最好的规格招待您，请不要有心理负担，安心休息吧。西蒙所说的最好的招待可不止于此。他拍了拍手，发出声响，随后仿佛早就在等候着一般，女仆们一窝蜂地冲进了房间。女仆们熟练地将托盘里的盘子取出来，开始把食物摆放在桌子上。很快，那张圆桌就摆满了丰盛的食物。西蒙微笑着说道：“您一定饿了，请先用餐吧。”正如西蒙所言，莉莉埃特确实饿极了。但是莉莉埃特看着桌上的食物，小心翼翼地开口道：“这里有人要和我一起用餐吗？”“没有的事，我和这里的女仆们是来伺候莉莉埃特小姐您的，这些食物都是给您一个人准备的。可我一个人吃不完这么多食物呀。”“这是很自然的，这世上没人会觉得像莉莉埃特这么小的孩子能把那些食物都吃光。您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剩下的也没关系。”然而听了西蒙的话，莉莉埃特却眼眶含泪了。西蒙有些困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莉莉埃特对着一头雾水的西蒙说道：“要是剩下食物会受到女神惩罚的。”直到这时，西蒙才意识到，看上去无比可爱的莉莉埃特可不是个普通的孩子，她是个拥有神圣之力的特殊孩子，而且她自幼在神殿长大，想必神殿的教义已经深深地烙印在她的骨子里了。西蒙恍然大悟地看着莉莉埃特说道：“很抱歉，我都没注意到这点，我该怎么解决莉莉埃特小姐您的这个难题呢？”幸运的是有个简单的解决办法，要是给我一个盘子，我就只盛我能吃得下的量。您能把没动过的食物拿去送给有需要的人吗？见西蒙没回应，莉莉埃特一脸困惑地继续说道：“就算没碰过的食物拿去送人，这样也不礼貌吗？”“不会的，哪怕是对于富得流油、金银珠宝无数的温莎艾斯公爵来说，这样的食物也是很珍贵的。食物的事我会处理好的，您别担心，尽情享用就好。”西蒙递给莉莉埃特一个圆盘，莉莉埃特接过盘子，绕着圆桌走了一圈。看到莉莉埃特往盘子里放的食物，西蒙又吃了一惊。他选的都是我觉得他绝对不会选的东西啊，有番茄的生菜沙拉、炒豆子、2个烤土豆、10颗葡萄。用餐过后，西蒙问道：“您想洗澡吗？还是想马上就上床休息呢？”“我想洗澡。”“明白了，那我们这就去准备洗澡水。”听到准备洗澡水这几个字，莉莉埃特想象的是会有人给她拿一盆水和一条擦身子的毛巾来。
然而，走进房间的女仆们手里抬着一个巨大的浴缸，其中一个女仆走到莉莉埃特面前，低头行礼：“很高兴见到您，莉莉埃特小姐。我是女仆玛丽，我来担任您的沐浴侍从，帮您沐浴。”看着这个热情打招呼、身材壮硕的女仆，莉莉埃特歪着头：“沐浴侍从是什么啊？”过了一会儿，她明白了意思：“那我先帮您脱衣服吧。”听到玛丽的话，莉莉埃特慌乱地喊道：“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当然可以啦，不过您长途跋涉而来，肯定很累了。要是您把身子交给我，我能帮您洗得舒舒服服的，就像睡觉一样惬意，像做梦一样舒适呢。”玛丽的面容十分温柔，和她看上去很强壮的肌肉身材截然不同。她的声音也很亲切，就连习惯了独自洗澡的莉莉埃特都不由自主地想要点头答应了。但她不能这么做。我为了给公爵治伤，割破的手指上还有伤口呢，血虽然已经慢慢止住了，但伤口还留在她的指尖上。看到莉莉埃特焦虑的眼神，玛丽露出抱歉的神情，低下头说道：“很抱歉，能伺候这么可爱的小姐，我太激动了，都没意识到自己失礼了。我应该先问问您需不需要沐浴侍从的意见才对。看来您更喜欢自己洗，那我就先出去了，我会站在门口，您要是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就行。”玛丽的声音依旧很温和，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失望或者厌烦。这太奇怪了。莉莉埃特眨了眨眼睛，过了一会儿才回应道：“好的，我会的，谢谢你。”看到莉莉埃特双手合十，低头行礼的样子，玛丽的心都化了。哎呀呀，她太可爱了！莉莉埃特根本想不到，她刚一进入城堡，女仆们就陷入了狂热之中。这是因为在几十年来，只有大块头的温莎艾斯城堡里出现了她这样一个小巧可爱的人儿。女仆们还为了谁来伺候她沐浴的事争论不休呢。最后，按照温莎艾斯城堡不成文的规定，决出了胜者。掰手腕。经过一番激烈较量，获胜的玛丽走进了莉莉埃特的房间，看着眨着大眼睛的莉莉埃特，玛丽暗暗握拳。我好想把她柔软的银发洗得干干净净的呀，好想用肥皂水给她那看起来软软的脸蛋洗一洗啊，还想给她那小小的肩膀按摩一下呢。但玛丽还是勉强克制住了这种冲动。我可是赫赫有名的温莎艾斯城堡的女仆，我不能再给我尊贵的客人添麻烦了。玛丽藏起自己的心思，和莉莉埃特道别后离开了房间。独自留下的莉莉埃特看着房间里的浴缸，巨大的浴缸里装满了热水，热气腾腾的，那水温看上去暖乎乎的，让她恨不得马上就进去。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些事要做。莉莉埃特摘下手套，食指指尖上粘着一块红色的血痂。莉莉埃特一脸苦涩的喃喃自语道：“能治愈别人的伤，却没法治愈自己的，这算什么神圣之力啊？”莉莉埃特从包里拿出一个药匣，这种由几种草药混合制成的药是前世的大祭司调制的。大祭司的神圣之力微弱到只能探测他人的神圣之力，但说到草药方面，他比任何人都更懂行。因为莉莉埃特身上常有很多伤口，所以他才制作了这种药。当然，这可不是为了他好。要是莉莉埃特这个摇钱树死了，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才做了最起码的事。一想到这药的由来，就挺糟心的。不过不管怎么说，这药很适合我的身体状况，只要不是很深的伤口，用了这药1天就能愈合。这正是莉莉埃特现在所需要的。她在指尖上涂了厚厚的一层药膏，然后用绷带包扎起来。呼，这下我就放心了。她轻轻叹了口气，然后脱下衣服。泡在浴缸水里的莉莉埃特不由自主地哇了一声，发出一声小小的惊叹。在神殿里是禁止用开水洗澡的，说是因为教义规定，用燃烧木材产生的人工火加热的水洗澡会干扰修行。可真正的原因是大祭司是个小气鬼，他只允许自己用开水，别人都不行。所以这是莉莉埃特第一次用这么暖和的水洗澡。莉莉埃特红着脸喃喃自语道：“这感觉太棒了，水里就好像迎来了春天一样，这还多亏了水里那淡淡的花香呢。”她笑着拨弄着水，玩水太有意思了，莉莉埃特都忘了这回事，忘了玛丽还在门外等着呢。意识到这点后，莉莉埃特一下子从浴缸里跳了出来，匆忙穿上浴袍，喊道：“我洗完澡了。”说真的，她可不想听到玛丽的回应，但事与愿违，玛丽就像一直在等着似的走进了房间。莉莉埃特的表情看上去都快哭了。“对不起，玛丽小姐一直在门外等着，我本应该尽快洗完澡的，可我却没做到。”玛丽不但没生气，反而笑得很灿烂。“您洗澡洗得满意，我就很高兴了，辛苦也值得了。要是您觉得舒服，哪天请允许我再为莉莉埃特小姐您伺候沐浴吧，我会让您的沐浴时光更惬意的。”听到玛丽这亲切的话，莉莉埃特的脸颊红了。“好的。”玛丽强忍着想用脸蹭蹭莉莉埃特那看上去软软的脸颊的冲动，和女仆们一起把浴缸抬走了。莉莉埃特要准备睡觉了。莉莉埃特扭了扭身子，爬上了床。天哪！莉莉埃特不由自主地惊叹道：“这床太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躺在云朵上一样。大家都太好了。”虽说他是来给公爵治病的，但莉莉埃特毕竟只是个10岁的孩子，在这里一个熟人都没有。即便如此，他在这座府邸里遇到的人都很热情。莉莉埃特亮晶晶的天蓝色眼眸闪烁着，喃喃自语道：“和我想的一样。”
莉莉埃特选择温莎艾斯公爵，可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能制衡大祭司的强大权力。前世被莉莉埃特治愈的那些人，感谢的都是大祭司，而不是莉莉埃特。然而，只有温莎艾斯公爵不一样，眼睛被治好后，公爵来找的是莉莉埃特，而不是大祭司，而且还低头向他问候：“谢谢您。”那低沉又清冷的声音，在莉莉埃特听来却无比温暖，所以他才来到了这里。我来这儿真是来对了。说完这些话，莉莉埃特大大的眼睛就闭上了。公爵的房间里，温莎艾斯公爵正坐在椅子上，西蒙一边解开公爵眼睛上的绷带，一边说道：“莉莉埃特小姐很快就睡着了。幸运的是，她看上去一点都没有觉得不舒服。”公爵面无表情，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西蒙取下绷带后，公爵的脸露了出来，就连那落在他如雕像般俊美的脸上的可怖伤疤，也明显比之前好了很多。西蒙眯着他那狐狸般狭长的眼睛说道：“据说大祭司很擅长医术，他会不会是偷偷带来了大祭司调制的药呢？”是公爵那冷冷的声音打断了西蒙的好奇追问。到此为止吧，我答应过他，不会再问什么了。公爵可不是有些人说的那种嗜血的杀人狂，相反，他对下属向来很大方。不过，对于任何违抗他的人，他都绝不留情，所以西蒙也就没再多嘴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提起了另一个话题：莉莉埃特小姐在神殿里的日子似乎过得挺艰难的。这话怎么说？西蒙讲述了他今晚看到的那些情况。原本一直无比平静的公爵，眼神变得严肃起来。第二天，莉莉埃特实在舍不得睁开眼睛，嘴里嘟囔着：“我还想再睡会儿。”过去这几天积累下来的疲劳实在是太严重了。然而，像冬眠的毛毛虫一样磨蹭了一会儿后，莉莉埃特还是强打起精神睁开了眼睛，拉了拉床头的绳子。很快，西蒙就进了房间。“怎么了，莉莉埃特小姐？”西蒙那副仿佛他出了什么大事的样子，把莉莉埃特吓了一跳。“没什么事，昨晚你跟我说醒来后拉着绳子就行。”西蒙瞪大了眼睛，看了看表，才早上5点。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个时间起床太早了。是床睡得不舒服吗？不是的，我很喜欢这床。那您为什么这么早起床呀？现在还很早呢，您最好再多睡会儿。那个，莉莉埃特捋了捋自己的银发，接着说道：“我得做祷告。”过了一会儿，西蒙又感受到了昨晚那种愤怒的情绪，又是那该死的神殿教义。西蒙想的没错，这对莉莉埃特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日常了，所以他小心翼翼地说着，也不知道西蒙是怎么看他的。“能帮我准备洗漱用水吗？不用像昨天那样往浴缸里放热水了，我只需要一点水和一条毛巾，擦擦身子就行。”见西蒙没有马上回应，莉莉埃特不安地动了动手指。“对不起，我一大清早的是不是要求太多了？请别这么说，我的职责就是帮助莉莉埃特小姐在这座府邸里过得舒适，我这就去准备。”他亲切的声音让莉莉埃特原本紧绷的神情舒缓了些。过了一会儿，西蒙端来了热气腾腾的水和一条毛巾。他本想帮他洗脸，但莉莉埃特说自己可以，然后就用毛巾擦了擦脸。“您做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人待着会更自在些？”“是的。”在关上门之前，西蒙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正背对着他，跪在还没打开的窗户前。大约1个小时后，祷告结束了。走进房间的西蒙一脸担忧地看着莉莉埃特，问道：“您就这么跪了整整1个小时吗？”“是的。”看到西蒙盯着自己，莉莉埃特歪了歪头：“怎么了？北方这边做祷告的方式不一样吗？”“不是的，哪怕是在虔诚的信徒，不管有多虔诚，也不会一起床就跪上1个小时啊，尤其是对于一个才10岁的孩子来说。”“您的腿不疼吗？”跪了大概1个小时，他的腿已经麻得厉害，有时候还会抽筋，疼得他想叫出声来。每次出现这种情况，大祭司都会拿着拐杖抽打莉莉埃特的后背，呵斥他好好做祷告，继续祈祷。所以莉莉埃特并不在意腿麻，回答道：“没事的，要么是不疼，要么就是没关系。”西蒙神情复杂地看着莉莉埃特，皱了皱眉头：“您一大早就辛苦做祷告了，我这就去准备能让您补充体力的早餐。这会儿既不是午餐，也不是晚餐，而是早餐，所以供应的会是比昨晚晚餐更简单些的餐食。”出乎莉莉埃特意料的是，那张圆桌上摆满了比昨天种类更丰富、色彩更绚丽的食物。“这就是早餐。”西蒙对一脸惊愕的莉莉埃特说道：“这是公爵大人的吩咐，因为您是贵客，他让我准备一顿丰盛无缺的餐食。”所以莉莉埃特没有说自己吃不完这些食物，而是欠了欠身：“谢谢，我会好好享用的。”西蒙这么想着，便把一个刻有漂亮花纹的盘子递给了莉莉埃特。他接过盘子，开始慢慢地绕着圆桌挑选食物。如果说昨天的肉做的相对简单，今天的肉烹饪的就更加精致美味了。有裹着亮晶晶的蜂蜜、外皮酥脆的炸鸡，有用黄油煎烤，上面还放着柠檬片的三文鱼，甚至还有和5颜6色的蔬菜一起炒制的厚牛排。这些肉菜太美味了，是人是动物看了都忍不住想吃啊！这些肉菜太美味了，是人是动物看了都忍不住想吃啊！到头来，哪怕是莉莉埃特也会忍不住往盘子里
加一块肉的吧。然而，莉莉埃特往盘子里放的却是新鲜的生菜沙拉和切好的西红柿，只有一块刚烤好的面包和汤，根本看不到肉的影子。他又一点肉都不吃，这也太离谱了！没能达成自己的目的，西蒙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而不知道他心思的莉莉埃特则吃得一脸开心。果然，这里的食物真的很好吃，沙拉在他的小嘴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用餐过后，莉莉埃特前往温莎艾斯公爵的房间去为他治疗。公爵像昨天一样坐在椅子上，眼睛上缠着绷带。幸好我不像昨天那么紧张了。莉莉埃特轻轻呼出一口气，提起裙摆，向温莎艾斯公爵大人请安。不过，善于察言观色的莉莉埃特察觉到了公爵的情绪似乎不太好，他有些惊讶。昨晚他是遇到什么不好的事了吗？又或者是因为眼睛没能一下子治好而生气了？公爵对绞尽脑汁想弄明白他为何心情不好的莉莉埃特说道：“我听说你今天早餐吃得跟只麻雀似的。”听到这出乎意料的话，莉莉埃特的大眼睛眨了眨，他一脸坚定地说道：“食物准备得很用心，但我吃不下太多，很抱歉。”“没什么可抱歉的，但你这么固执的吃那么少，让我挺在意的。难道温莎艾斯城堡的食物这么难吃吗？”莉莉埃特一脸严肃地摇了摇头：“不是的，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呢。卷心菜很脆，葡萄很甜，面包很软，尤其是胡萝卜炒豆子，那是最棒的。就算不用眼睛看，他也能感觉到。”莉莉埃特的声音里充满了真诚。即便如此，公爵还是不满意。要是那么好吃，为什么不尝一块肉呢？我知道有教义规定不能吃有血的生灵，不过那是苦修的祭司们该做的事，而不是像你这样一个小不点该遵守的。虽然乍一听他的语气有些霸道，但仔细一听就能感觉到他是在担心莉莉埃特。于是莉莉埃特茫然地看着公爵说道：“但我不会吃肉的。我跟你说过了，说什么不遵循教义就会受到女神惩罚，那都是无稽之谈。”没等公爵开口，莉莉埃特又接着说道：“因为我给公爵大人眼睛上用的药是借助了女神之力制成的。”这突如其来的坦白让公爵挑起了一侧的眉毛。我没办法确切地告诉你这药是怎么制成的，总之在制作那药的时候，我可一点都不想让女神讨厌我。莉莉埃特信奉女神，但她的心不像那些将一生都奉献给女神的祭司们那般虔诚，对于神圣之力也是如此。她并没有多么珍视自己体内的这种特殊力量，相反，有时候她甚至觉得宁愿没有这力量，因为这力量给她带来了不少不必要的痛苦。不过我要严格遵循教义，这都是因为她前世做的决定。前世公爵找到莉莉埃特，感谢她治好了自己的眼睛，他的道谢可不只是说声谢谢那么简单。他提出可以给莉莉埃特任何她想要的东西作为治好她眼睛的回报。莉莉埃特颤抖着声音说道：“请带我离开这里。”即便在说这话的时候，莉莉埃特也没想过自己的愿望真的能实现。当时大祭司利用莉莉埃特的能力，将巨大的权力和财富都攥在了自己手中。要从这样的大祭司手中把莉莉埃特解救出来，哪怕对于温莎艾斯公爵来说，也是一项艰巨又棘手的任务。公爵不可能答应这样的事。然而出乎莉莉埃特的意料，公爵竟爽快地点了点头：“我明白。”这简短的一句话成了身处地狱之中的莉莉埃特的希望和救赎。他下定了决心，只要公爵哪里受伤了，他一定会去医治。回想起这段绝不能跟公爵讲的过往，莉莉埃特清晰地说道：“要是女神讨厌我，我没办法治好公爵大人的眼睛了，那可怎么办啊？那就麻烦了。我真的很想治好公爵大人的眼睛。”公爵一时语塞，他能从莉莉埃特的声音中感受到他想要治好自己眼睛的那份真挚和决心。一个只见过我一面的孩子，一个甚至都不住在北方，不受温莎艾斯掌控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为我做这些呢？莉莉埃特朝着有些困惑的公爵继续说道：“所以等公爵大人的眼睛完全治好了，您能再请我吃一顿饭吗？到时候我吃东西就不会避开肉了。”他又补充了几句，那模样就像是在害羞地坦白什么心事似的。其实我真的很想尝尝肉的味道呢。过了一会儿，公爵才回答道：“好的。”面无表情的公爵耳朵微微泛红了。治疗开始了。莉莉埃特先解开了公爵眼睛上的绷带。公爵眼角处依旧有些溃烂，但伤疤明显比昨天少了。太好了，莉莉埃特很高兴，便把手套摘了下来。他昨天用刀割破的手指已经用软膏清理过了，但他没时间为此高兴太久，因为他又得让自己受伤了。莉莉埃特深吸一口气，手里握住一把小刀。为了忍受疼痛，我什么都能做，但一看到手上沾血，还是挺害怕的。莉莉埃特颤抖着用小刀割破了指尖，指尖上开始渗出鲜红的血滴。他把血涂抹在公爵溃烂的眼睛上。今天这药的效果很棒。公爵感觉眼睛上的伤口一下子就愈合了，之前残留的那点疼痛也完全消失了。莉莉埃特用手帕紧紧按住手指止血，然后把手缩进手套里，说道：“公爵大人眼睛里的很多毒素都已经消失了，再治疗几天，您应该就能痊愈了。”他的声音还是个孩子的声音，但这话听起来却像个经验丰富的医生说出来的。
治疗结束后，莉莉埃特就得离开房间了，但公爵叫住了他：“吃点东西再走。”莉莉埃特歪着头，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看到西蒙端进房间的东西，他捂住了嘴。那，在一个圆盘子上放着一块方形蛋糕，一块像画一样漂亮的新鲜奶油蛋糕，上面还点缀着一颗鲜红的草莓。西蒙眯着他那狐狸般的眼睛说道：“北方这边丰盛的肉食才是好东西，甜食可不怎么受推崇，所以没什么甜点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在莉莉埃特小姐的餐桌上放的大多是肉，而不是甜点。看起来很好吃，非常好吃的样子。”看到莉莉埃特那少见的兴奋模样，西蒙轻声笑了起来。“那就请尝尝吧。”他把一把叉子递给莉莉埃特，然而莉莉埃特却没能马上接过叉子。神殿教义里唯一禁止食用的就是有血的生灵，但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除了肉之外，他就能随心所欲地吃其他东西了。大祭司说过，像糖、盐、胡椒这类刺激性又奢侈的东西会逐渐腐蚀人的身体，所以他让莉莉埃特尽量少吃。我知道蛋糕是含糖量很高的食物，要是我吃了，神圣之力消失了。莉莉埃特认真地想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就在这时，一块夹着打发奶油、面包和草莓的蛋糕送进了他微微张开的嘴里。等他回过神来，发现是公爵拿着叉子。是公爵刚刚把蛋糕喂到我嘴里的吗？还没来得及为此惊讶，莉莉埃特心里就小小的尖叫了一声。哇！嘴里的蛋糕太甜了，就好像把一整团糖放进了嘴里似的。公爵看着正嚼着蛋糕，一脸感动的快要哭出来的莉莉埃特，说道：“小孩子吃蛋糕的时候，只需要考虑一件事，那就是小心牙齿坏掉，就这样。所以别担心别的，吃就行了。”他那清冷的声音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莉莉埃特心里的那份担忧就像谎言一样烟消云散了。莉莉埃特像着了魔一样张开嘴，公爵又把蛋糕送进了他的小嘴里。莉莉埃特嚼着蛋糕，大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她带着羞涩的笑容，眼泪顺着脸颊滑落。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谢谢您，公爵大人。听到这激动的声音，公爵的嘴角微微上扬了。莉莉埃特每天早上都会给公爵治疗，治疗结束后，西蒙就会端来蛋糕，每次拿来的蛋糕都不一样，有裹着黑巧克力的巧克力蛋糕，有柔软又清爽的覆盆子慕斯蛋糕，还有一口咬下去就在嘴里化开的芝士蛋糕。这都是厨师和帮厨女仆们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莉莉埃特可能会喜欢的蛋糕样式。这番心思没白费，每次莉莉埃特吃蛋糕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她用红扑扑的脸蛋蹭掉眼泪，因为蛋糕好吃就哭，太丢人了。莉莉埃特觉得自己这样太傻了，然而在一旁看着她的西蒙却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太可爱了。从西蒙那里听说莉莉埃特反映的厨师和帮厨女仆们也有同样的想法。莉莉埃特小姐吃了我们做的蛋糕后，眼泪就像露珠一样掉下来呢。厨师和帮厨女仆们抖了抖结实的肌肉，欢呼起来。然而每次莉莉埃特吃蛋糕的时候，坐在她旁边的公爵却没法做出什么反应，因为他的眼睛还没完全治好，看不太清楚。那孩子吃蛋糕时是什么表情啊？公爵的想象力很匮乏，他试着想象一个孩子在他面前吃蛋糕的样子，却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真让人懊恼。就这样，1周的时间过去了。莉莉埃特看着公爵的眼睛说道：“所有的毒素都消失了，伤口也全都愈合了，请您慢慢睁开眼睛。”听到莉莉埃特的话，公爵绷紧了眼皮。不管他怎么努力，那双被怪物毒液侵蚀过的眼睛就是没办法正常睁开。不过今天情况不一样了，他的眼皮毫无阻碍，也没有丝毫疼痛的抬了起来。很快，一双明亮的蓝色眼睛出现了，就好像镶嵌着蓝宝石一般。看到那摄人心魄的美貌以及令人敬畏的目光，莉莉埃特有那么一瞬间屏住了呼吸。公爵缓缓将目光投向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孩子，他有着一头淡银色的头发，圆圆的脸蛋白皙如雪，他的鼻子和嘴巴小小的，唯有那双天蓝色的眼睛格外引人注目。我之前听他的声音，还以为他是个更成熟些的孩子呢，和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莉莉埃特看上去是那么年轻稚嫩，天真无邪，唯一符合他预期的就是他的身形大小了，小小的。公爵一边轻抚着下巴，一边喃喃自语道：“你比松鼠还小呢。”莉莉埃特心里本来就为自己比同龄人瘦小而有些苦恼，所以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不管怎么说，我可比松鼠大多了呀！”说完，他就一脸懊恼地捂住了嘴。我想这几天下来，我没那么紧张了吧？我居然敢冲公爵大喊大叫了。他害怕公爵要是生气了，可就糟了，于是看向公爵。然而公爵并没有生气，非但没生气，他还目光柔和地说道：“谢谢你。”低头看着莉莉埃特的公爵，那双蓝色的眼眸里没有丝毫傲慢或是虚假的神色，有的只是纯粹的感激之情，就和前世一样。莉莉埃特的心跳加快了。果然，我很庆幸自己来找了公爵。莉莉埃特慢慢扬起嘴角，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很高兴公爵大人的眼睛好了起来。公爵凝视着他，然后将手放在莉莉埃特小小的脑袋上，轻轻地来回抚摸了一下。突如其来的触碰让莉莉埃特的脸
一下子红了，不过他并没有躲开，因为做得好而被夸奖的感觉真好呀。虽然这场景尴尬的要命，但那种心里痒痒的感觉以及头上那舒服的抚摸，过了好一会儿才结束。公爵低头看着莉莉埃特说道：“你治好了我的眼睛，现在轮到我报答你了。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件事要做。”莉莉埃特想知道要做什么，眼睛睁得大大的。天花板极高，那个挂着用金子装饰的巨大之形吊灯的地方，就是温莎艾斯城堡的餐厅。一张长桌上摆满了大量的食物，有撒着辣椒粉搭配西兰花的菲力牛排，有用面包糠裹着炸制的猪排，有用面包糠和肉末混合后做成圆形的汉堡肉饼，有用特制酱料烤制的烤香鸡，甚至还有放着大块土豆和香肠的炖菜。食物的量极大，就好像是要宴请几十位客人似的。然而坐在这张长桌尽头的只有2个人，小小的莉莉埃特和身材魁梧的温莎艾斯公爵。莉莉埃特看着这些精心准备的丰盛食物，眨了眨眼睛。对哦，我前几天和公爵大人有过约定呢。之前公爵问他为什么不吃肉的时候，莉莉埃特回答说，等给公爵的治疗一结束，给他什么食物他都会吃的。但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啊，食物实在是太多了，光看着就让人感觉肚子已经饱了。公爵对被这满桌食物弄得压力颇大的莉莉埃特说道：“开吃吧。”莉莉埃特握紧了自己的2个小拳头。没错，不管怎么说，这些食物都是公爵大人为我准备的，而且这是除了每次治疗后吃的蛋糕之外，和公爵一起吃的第一顿饭呢。尽力好好吃饭才是礼貌的做法。于是莉莉埃特低下头点了点头，祝用餐愉快。打完招呼后，莉莉埃特像只小长颈鹿一样伸长脖子扫视着桌上的食物。桌子太大了，她一眼根本看不全所有的食物，而且这些全都是肉菜，我都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公爵对一脸困惑眨着眼睛的莉莉埃特说道：“你好像不知道该吃什么，那我来帮你吧。”好的。莉莉埃特下意识地回答完，又反问了一句：“啊？”莉莉埃特虽不是贵族，但也知道用餐时给人分食物那是吓人的活儿，贵族可从来不做这种事，尤其是像温莎艾斯公爵这样处于阶层顶端的人啊。然而与莉莉埃特那惊讶的内心截然相反，公爵一脸平静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然后他手里拿着一个圆盘，开始给他盛食物，动作优雅又克制。过了一会儿，公爵把盘子放在莉莉埃特面前，所有的菜肴都被切成了一口大小，放在盘子里。莉莉埃特像看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事一样，张大了嘴巴，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赶忙道谢：“谢谢你。”不客气。公爵迈着他那修长的双腿，很快回到了餐桌对面自己的位置上。莉莉埃特一只手拿着叉子，看着盘子里的食物，全都是肉。他咽了咽口水：“我平时也就吃一点点糖或者盐，原以为吃蛋糕不会给我带来多大麻烦呢。可这肉，不吃肉是供奉女神的神殿里代代相传的严格规定。要是莉莉埃特吃了肉，说不定真的会触怒女神，失去自己的神圣之力。有一阵子，他觉得就算这力量消失了也没关系，可一想到这力量或许真的会消失，他又害怕起来了。不过很快，莉莉埃特那天蓝色的眼睛就亮了起来，他再也不想因为自己拥有的这份力量而被压迫着过日子了。公爵大人的眼睛也好了呀，所以就算这力量消失了也没关系了。莉莉埃特一脸决然地把切成小块的炸鸡放进嘴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肉，肉那独特的香气和味道对他来说或许很陌生，他可能会不习惯，所以城堡里的厨师烹制这些肉的时候格外用心，为的就是把肉的美味和鲜嫩度发挥到极致。这次成功了，莉莉埃特的脸上焕发出光彩。好好吃啊，这是从卷心菜或者胡萝卜里体会不到的味道。莉莉埃特很是惊喜，又插起了另一块肉，那是一块浇着棕色酱汁的汉堡肉饼。他鼓起勇气把一块肉饼放进嘴里，又一次笑得格外灿烂。哇哦，这个也好好吃呀！莉莉埃特不知道的是，站在餐厅另一头的西蒙贴在门口偷偷看着餐桌的女仆们，以及时时听到消息的厨师和帮厨女仆们，全都满心欢喜。莉莉埃特小姐吃肉了，而且坐在莉莉埃特对面的公爵嘴角也微微上扬了，那是他只有在与怪物激烈战斗获胜时才会露出的笑容。公爵看着把肉放进嘴里，两颊鼓鼓的嚼着的莉莉埃特，心里想着，就像一只为过冬在腮帮子里塞满了橡子的松鼠似的。莉莉埃特看着公爵，心里也在想，他怎么能动作如此优雅优美的吃下这么多食物呢？就好像一幅画一样。莉莉埃特在神殿里见到的所有祭司们吃的都是清淡的饭菜，大祭司每餐吃饭时都会把大腿翘起来，但也没到这种程度呀。察觉到莉莉埃特的目光，公爵开口问道：“你有什么想说的吗？”莉莉埃特如实回答道：“您吃饭的样子真好看。”公爵知道这话并没有嘲讽或是指责的意思，因为这孩子的眼神是那么纯真无邪。于是公爵一脸平静地回答道：“因为我块头大，我就该吃这么多。这里有个误会。”公爵确实比普通成年男子要高大许多，但即便考虑到这点，
他的食量也是大的惊人。即便如此，莉莉埃特还是一脸理解的点了点头。没错啊，公爵大人像熊一样高大，肯定吃的很多呢。莉莉埃特在前世第一次见到公爵时惊讶极了，因为他是他所见过的身形最为高大的人。而如今他重生为10岁的模样，却觉得公爵看上去比那时还要高大许多。即便公爵坐在餐桌的另一头，却仿佛就坐在他跟前似的。身材高大有好处吗？听到这个从没听过的问题，公爵的眼睛微微睁大了些。他咽下一口牛排，说道：有好处，尤其是在对付怪物的时候，要阻止他们继续前进，得耗费很大的力气呢。见莉莉埃特一直盯着自己，公爵破天荒的又补充了一句：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能俯视面前的任何人，要是抬头仰望别人，我会感觉很糟糕。站在一旁的西蒙听到这话，着实吃了一惊。这话对于一个10岁的小女孩来说，未免太刺耳了些。公爵大人呀，您要是这么说，莉莉埃特小姐会被吓到的。然而与西蒙的担心恰恰相反，莉莉埃特那双浅蓝色的眼睛闪闪发亮。我要是多吃肉，就能长得像公爵大人一样高大吗？似乎也别无他法了，因为公爵10岁的时候就比现在的莉莉埃特高出1倍呢。但公爵并没有残忍的击碎这孩子的希望，而是点了点头。北方的孩子可比国内其他地方的孩子高大得多，这都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吃肉，所以你要是也想长高，就勤吃肉吧。好的，莉莉埃特一脸严肃的点了点头。其实莉莉埃特早就吃饱了，换作以往，她早就放下叉子了。可这会儿，她一脸决然的插起一块肉放进了嘴里。看着两颊塞得鼓鼓的，正嘟囔着的莉莉埃特，公爵也往嘴里塞了一块肉。他那冷峻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满足。不知不觉间，桌上堆积如山的食物就都被吃光了。虽说90%多都是公爵吃掉的，但莉莉埃特也尽力了。嘿嘿，我没剩下食物呢。莉莉埃特骄傲地笑了笑，可听到西蒙的话后，笑容就消失了。我这就把甜点端上来。莉莉埃特吃了一惊。对不起啊，我吃得太撑了，吃不下了。不过很快，莉莉埃特就不说话了。这是因为摆在她面前的那份奇特的食物，透明玻璃容器里装着洁白无瑕的奶油，上面还撒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心形糖粒。西蒙笑着介绍道：这叫冰淇淋，是只有北方才有的特色甜点。冰淇淋，多可爱的名字啊！莉莉埃特的脸颊微微泛红了。西蒙像只诱人的狐狸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说道：就算吃饱了，也尝一口嘛，总会有个专门的胃来消化甜甜的甜点的。他盯着冰淇淋，欠了欠身。那我尝尝看。然后他用小勺舀了一勺冰淇淋放进嘴里。过去这几天他吃了不少蛋糕，所以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习惯了那种香甜醇厚的味道了。但冰淇淋和蛋糕完全不一样，那冰冰凉凉、香甜软糯的东西一进嘴就化了。好吃！莉莉埃特微微带着泪花，开始吃起了冰淇淋。坐在对面的公爵凝视着莉莉埃特，这就是在他眼睛看不见的那段时间里，一直好奇的那张脸的模样。莉莉埃特看上去开心极了，虽然只是冰淇淋而已，这场景挺有意思的，但那模样却莫名的可爱。公爵歪着头看了看自己面前的冰淇淋，然后舀了一勺放进嘴里。看到这一幕，莉莉埃特瞪大了眼睛。每次我吃蛋糕的时候，公爵大人都只喝茶，所以我还以为他不喜欢甜食呢。一个小小的声音传进了已经没了兴趣的公爵耳中：您喜欢冰淇淋吗？在看到莉莉埃特那亮晶晶的眼睛的瞬间，公爵就意识到了，要是回答不喜欢，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他会失望的。于是公爵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有点喜欢吧。听到这话，莉莉埃特双手合十，笑得格外灿烂。于是公爵吃完了一整碗冰淇淋，又加了3碗。看着这个表情冷峻、拿着小勺吃着冰淇淋的高大男人，莉莉埃特心想：我觉得公爵大人好像没有我听说的那么可怕呢。莉莉埃特低下头，神情比刚开始吃饭时放松多了。多谢款待，公爵大人，感谢您让我吃到这么美味的一餐。不用客气，该道谢的是我，不是你。公爵立刻切入正题：你治好了我的眼睛，作为回报，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你想要什么呢？那种因为一个冰淇淋就开心的天真模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谈判时才有的严肃神情。公爵忽然意识到，这个小女孩可能想要的不只是金钱或者权力那么简单。他一脸坚定地说道：请让我留在这座城堡里吧。他一脸急切地继续说道：我不是要求您像之前那样礼貌地招待我，您只要把我挪到一个小一点的房间，给我足够填饱肚子的食物就行，我也会努力干活的。莉莉埃特可不是在神殿里像尊贵的公主那样长大的，她在大祭司的暴力对待以及其他祭司的责骂中做了不少活儿，所以没有什么活是她干不了的。我很擅长洗衣打扫，也会读书写字，肯定能派上用场的。然而低头看着他的公爵，那双蓝色的眼眸平静如水。莉莉埃特咬着嘴唇，脸上满是绝望的神情。我可不是普通的孩子，她是被大祭司当作女神之子珍视，在全世界夸赞的孩子。
就连帝国中最有权势的温莎艾斯公爵要把莉莉埃特请到这座城堡里待上一阵子，都得支付一大笔钱呢。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治好了公爵大人的眼睛，他可以拒绝我这个棘手的请求，适当的支付报酬，然后结束这笔交易。但是过了一会儿，公爵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我明白了，这和前世的回答一模一样。原本因害怕而紧绷的莉莉埃特的脸放松了下来，她笑得格外灿烂，看上去随时都会哭出来似的。谢谢您，公爵大人，太谢谢您了，我会非常努力干活的，绝不会让公爵大人后悔把我留在身边。